Hello， 大家好，我是劝，好久不见啦！今天要来期中考前猜题，直接端上题目。这题是出自台大微积分甲期中考题。像这种题型呢，它给你分段函数 f of x y 这是双变数函数，问你极限，还有连续以及可不可为。注意咯，这是在多变数函数的世界。最后呢，他又问到方向导数的问题，也就是 directional derivatives。一个题组就涵盖相当多的观念。今天我会好好讲解一遍，已经会的人可以当听故事复习，还不会的人，我会带着你正片开始。马上进入 A 小题，它要我们证明 f of x y 在00这个点是连续的。好，那以多变数函数的世界里，连续性的条件其实跟单变数函数是一样的，我们都必须满足极限值，在该点的极限值要等于函数值，在该点的极限值会等于函数值，所以我们可以写 limit x y 趋近于00，也就是原点，那 f of x y 会等于在00这个点的函数值，也就是 f of 00。所以我们下面可以写上极限值等于函数值。只要题目问到是否连续 continuous 的问题，我们脑海中就要浮现极限值等于函数值的这一条等式。只要这条等式成立，那我们就可以说f of x y 在00这个点是连续的。因此我们就先去找 f of x y 在00这个点的极限值。好，所以 limit x y 趋近于00，也就是原点。那以极限的观点来说是不是代表 x y 只是无限的逼近00？但是它不会是00呢？也就是 x y 这个点绝对不会踏上原点这个点。那我就可以知道它的分段函数就要取上面那个结果，也就是 x y 平方除以 x 平加 y 平方。接着我们画一张图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双变数函数的极限。所以是在 x y 的平面上要趋近于00这颗点。那我有无限多种路径可以去逼近00，对吧？那以单变数函数来说，当然如果是左极限那就会等于右极限的话，那它就会是极限存在。那现在是多变数函数嘛，不只是左边趋近跟右边趋近了，它可以有无限多种路径去逼近00。所以不同的路径去逼近00，我们一定要得到相同的极限值，而且是唯一一个。那这样子我才可以说明此极限是存在的。这个是多变数函数求极限的概念。既然有无限多种路径需要走，那我们总不能每一条路径都去算极限嘛。所以这边我提供了3种方法来证明一个多变数函数的极限是存在的。第一种就是所谓的坐标转换，我们可以把这一个 xy 平面，也就是直角坐标系转到极坐标系统。那第二个，我们可以使用夹挤定理 （Squeeze Theorem）。那前面这2招是属于比较常用的求这边极限存在的方式。那当然，第3种就是使用 epsilon delta 的证明。我们通常都是使用前面2种技巧来算出极限存在。那我这边就来示范用极坐标转换来算出极限。那所谓极坐标转换呢，就是令 x 等于 r 的 cosine theta， 那 y 等于 r sin theta， 就是把 xy 轴转成 r theta 轴的坐标系。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r 轴，那 theta 轴是这样子一个俯角的旋转。那么当我要逼近原点的时候，是不是其实就是我的径轴 r 要趋近于0呢？那 theta 的话，其实是可以在这个平面上360度的这样子任意的旋转的，所以 theta 并不用趋近于0。所以这边就是一个小细节你在写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写到 theta 趋近于0，或许会被这个老师挑出来撇掉。所以就是 r 趋近于0。所以我们来转换一下，看到 x 代入 r cosine theta， 那看到 y 代入 r sin theta。那这边 y 是有平方的，除以下面 x 平方加 y 平方，以极坐标来说就是 r 的平方。所以 limit r 趋近于0，这意思就是 x y 趋近于原点。然后整理一下 r 3次方 cosine theta sin theta 的平方除以 r 的平方。那这边的 r 的平方是可以分子分母约分的，那就会剩下一个 r 的分子。所以最后limit r 趋近于0。r 乘上 cosine theta 再乘上 sin theta 的平方。
那因为 r 是趋近于零的，零乘上任何数，想必就是零哦，所以这个极限我们就可以算出来，不管角度转到哪边，只要它的 r 是趋近于零的，这边极限值都是零。那因为所谓的极坐标转换，也就是涵盖了所有在这个 xy 平面上的所有路径，也就是所有路径逼近00出来的极限都是零。那这一题的极限就是存在的。那我们要证明连续，接下来要看等号右边的函数值，对吧？也就是 f of 00。那这边的 f of 00，也就是 x 真的是等于0 ，y 真的是等于0，而不是所谓的靠近。所以 exact x 等于0 y 等于0。那如果 xy 就是00的话，以分段函数来说，是不是就是走下面呢？也就是 f of xy 等于0。所以 f of 00这个函数值就是0。这时候我们再比较一下，是不是极限值是0，函数值也是0， 0等于0，所以极限值等于函数值。f of xy 在00这个点是连续的，这样子我们就证明完毕喽。接着我们看到 B 小题，它要先找极限，只不过今天的函数变成 f(x) 对 x 偏微分的意思，而且它还要问说 f(x) 这个函数是不是在00这个点 continuous。那看到连续就是要找极限值等于函数值，只是今天这个函数变成 f 对 x 偏微分之后的那个函数，所以我们先来列出极限值等于函数值的那个等式。所以 limit xy 趋近于00，那今天的函数是红色的 f 对 x 偏微分 xy， 然后会等于函数值，就是 f 对 x 偏微分，然后把00这个点给带入。那我们先去看等号左边的这个极限，我们先把它求出来。那一样的道理 xy 是趋近于00的，那就代表 xy 不可能等于00，所以对于分段函数来说 f of xy 就是第一段 xy 平方除以 x 平方加 y 平方。接着我们来做 f 对 x 的偏微分，那就是 partial x。 那我们把 f 的函数放进来， xy 平方除以 x 平方加 y 平方，那我们可以看成是 y 是一个常数，那就变成是两相除函数的微分，那就分母先平方，分之上为下不为。那上为的话，那就是 y 平方，那下不为 x 平加 y 平，减掉上不为 x 乘 y 平方，然后再乘以下为。那下面微分的话，就会是 2x。接着我们就是把这个微完的函数放进这个红色的函数。好，所以 limit xy 趋近于00。那我们把这个红色的 f 对 x 偏微的函数抄过来，分母是 x 平加 y 平括号的平方，那分子是 y 平方乘以括号 x 平方加 y 平方减 x 乘 y 平方再乘以 2x， 所以就是求多变数函数或者是说双变数函数的极限。我刚好提供3个方法，那这边我们一样使用极坐标转换，所以我令 x 等于 r cosine theta， 令 y 等于 r sin theta， 那 r 是趋近于0的，然后注意 theta 不用趋近于0哦。好，然后我们就开始转换，所以 r 平 sin 平方，然后再乘以 r 平方减掉 x 换成 r cosine， y 平方换成 r 平方 sin 平方，再乘以2倍的 x， x 换成 r cosine， 除以x 平加 y 平就是 r 平，那 r 平方再平方就是 r 四次方。再来我们就可以约的就先约一约，我们把 r 的四次方给约掉，最后剩下的是 sin 平方减2倍 sin 平方乘以 cosine 的平方。那我们画一个示意图在这边，在一个 xy 平面上我们要趋近于原点，那以 r theta 来看的话，r 也就是半径坐标轴是需要趋近于0的，那 theta 的话是一个任意值的0到360度可以在这边旋转，只要它最后是逼近原点，好，那都是一个可以用的路径。所以 theta 不一定是0嘛，那是不是就代表说这样子最后的极限出来答案会不为1呢？那既然极限的答案不为1，我们就会说这一题的极限是不存在的 ，does not exist。那么连极限值如果都不存在，那就更不需要等于函数值了因此我也可以说 f(x) xy 这个微分的函数在00这个点是不连续的。
接着我想要使用另外一个解法来解 B 小题。好 ，B 小题一开始要求极限嘛，那以多变数函数求极限，如果我要证明它不存在，其实是比证明极限存在来好证很多，因为我只需要找出2个不同的路径去逼近原点，然后出来的极限值如果不一样，那这样就可以说明极限不存在，对吧？所以我第二种解法，我要使出路径法。那我要挑的路径，第一条，我想要挑沿着 x 轴的方向去逼近原点，所以 path 1 along x axis。那既然是沿着 x 轴，那是不是就代表说 y 坐标一定是0啊？所以我这边就可以写 limit x 逗点啊 y 坐标直接带0，然后要趋近于00，也就是说 y 坐标就是0，那 x 坐标是一个很接近0的数，但是 x 不是0。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好，我们继续写下去。所以 y 可以直接把0带入，所以0减0除以 x 的4次方，那出来0除以 x 的4次方。那因为 x 只是很靠近0而已 ，x 不可能等于0，所以0除以一个不是0的数，那出来就是0。接着我们走 path 2， 我们沿着 y 轴 along y axis。那沿着 y 轴，那是不是就代表 y 轴上任何一个点，它的 x 坐标都是0呢？所以我就可以写 limit 0逗点 y 趋近于00，好 x 就是0，那 y 是一个很靠近0的数，但是 y 不是0。那接着 x 就直接带0进去了，所以看到 x 我们就带0，好去除以0的平方加上 y 的平方括号的平方，就等于 limit 0y 趋近于00。那上面是 y 的4次方，下面也是 y 的4次方，因为 y 只是一个很靠近0的数嘛，那 y 并不是0，所以可以直接约分，最后约完就剩1。那是不是就代表我走不同的路径会得到不同的极限？那就代表双变数函数的极限是不存在的。那既然这个极限不存在的话，那极限值也更不可能会等于函数值了，所以我们就可以说，对 x 偏微分的这个函数，在00这个点是不连续的 ，is not continuous at 00。我们可以画一个示意图在旁边，就是我们都是逼近原点，但是我走 path 1 along x axis 跟 path 2 along y axis， 最后逼近的极限值会不一样啊，所以当然极限就是不存在的。所以这边我 A 跟 B 小题我就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如果他要我们证明说 fxy 是否在这个点是连续的，要证明连续哦，脑海里就要想到这一句话，极限值等于函数值。那什么叫做多变数的极限呢？就是各个路径只要它是在这个 xy 平面上，各个逼近 AB 的路径都可以是一种 path。那不同的路径，我们一定要得到相同而且唯一的极限值，这样我才可以说明多变数函数的极限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回到这边的等式，极限值等于函数值，所以我们就把 a、b 带入 f， 所以就是 f of a、b， 极限值等于函数值。再来，我们进入 C 小题，它先令一个 u 是一个 unit vector 啊，所谓的 unit vector 就是单位向量。单位向量的单位的意思就是它的向量长度 length 是1，这个1就是 unit 的意思，也就是向量长度根号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1。那它要我们用 directional derivatives 的定义去找出 duf00，那我们就直接把 definition 写下来duf00 等于 limit h， 这边要引用一个 h， 然后趋近于0，那分母是放 h， 那分子是两个 f 相减，前面的这里我们填0加 ha 0加 hb， hb 可以看成是 x 跟 y 点所移动的那个增加量，这个就是方向导数的定义。我们在旁边画一个示意图所谓的 z 等于 f of xy， f of xy 就是空间中的 surface， 那它是从空间中这个曲面上的 P 点走到 Q 点，会有一个高度的落差，那它是一个曲面那我们把它投影到 xy 平面上的 P' Q' 点，
所以它沿着的那个方向 P prime Q prime 这个方向就会平行于我们今天要的 U 的向量。那 P prime Q prime 向量平行于 U 向量，我就可以说它们之间怎么样？差一个 h 倍。那这个 h 就是那个比例常数，所以 P prime Q prime 就等于 h 倍的 U， 那就是 HA HB 的意思。所以 x 增加量是 HA，y 的增加量是 HB 我大概把这个定义里面的什么 HA、HB 啦这些符号用图形的解释方式给大家听。那如果想要再听更完整的方向导数的推导，可以在下面敲碗方向导数我有空就会再整理一支影片拍上来。好，我们来继续算这一个题目吧。limit h 趋近于0 f of HA、HB 减掉0除以 h。那么 f of HA、HB 那当然是走这个 xy 不等于00这个分段函数嘛，所以是带 xy 平除以 x 平加 y 平，好，直接带进去，好，减掉0，再除以 h。我们把这个 h 分子的 h 跟分母的 h 约分约掉，所以剩下的东西就会是 h 平方乘以 a 乘以 b 的平方除以 h 平方括号 a 平加 b 平。那这边 h 平再消掉所以最后呢出来的极限值就会是 a 乘以 b 平方除以 a 平方加 b 平方但是写到这边还没结束因为我们知道 a 跟 b 是 u 向量的分量嘛，那 u 向量是 unit vector所以说 a 平加 b 平呢也会等于1，所以又可以把这边再次化简，所以我们最后方向导数的值呢就会是 a 乘以 b 平方这一题是这样子完成的。终于我们来到了最后一个小题了，他说要我们承接着 C 小题的结论DUF 等于 a 乘以 b 平方，要解释 why is not differentiable at 00fxy 在00是不可微分的，要我们解释一下。我们要先知道一件事如果 f of xy 它在00是可微分的话，那它的方向导数的算法可以直接简化成 gradient f dot u 向量。我相信这个是很多人到最后算方向导数都只记得 gradient f dot u甚至连方向导数的定义的那个什么 HA 啦 HB 那个根本记不起来但是我们不能本末倒置，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条件之下可以使用这个，然后定义也要背清楚。好，所以一定要建立在可微分，我们才可以简化成这个式子那 gradient 就是 f 对 x 偏微分以及 f 对 y 偏微分，那中间这个念成 dot product， 也就是内积。那反过来说，如果 DUF 00跟这个 gradient f dot u 的值是不一样的话，那其实 f of xy 在00这个点就会不可为。那 DUF 00刚刚算过了 ，C 小题得到答案是 a 乘 b 平方。那现在我们就要看等号右边的比如说这两坨f 对 x 偏微分以及 f 对 y 偏微分其实这两坨也并不难，我们可以把 f 对 x 偏微分想成是它也是一种方向导数，只不过它是沿着哪个方向呢？沿着 x 的方向。所以我可以令 u 这个 unit vector 等于10，也就是 i 这个 vector 沿着 x 方向产生的一个高度变化率那这个其实也是方向导数的一个特例所以 a 乘 b 平方出来是等于0。那 f 对 y 偏微分，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方向导数，那我今天要沿着 y 的方向，也就是 u 我取0101就是 j vector，所以 a 等于0 b 等于1，那 a 乘 b 平方呢就会是0乘以1的平方等于0。所以不管是对 x 偏微分00还是对 y 偏微分00，出来都是0。那如果我今天取的 unit vector 不是 x 方向也不是 y 方向，那个方向的 a 跟 b 就不会相乘是0了，所以 a 乘 b 平方并不是在每一个方向都是0，因此这个等式是不成立的。那这个等式不成立，我也可以说fxy 在00这个点是不可微分的，这样子就可以证明完毕了。以上就是这次期中考前猜题，这个题组营养价值相当高把多变数函数求极限、判断连续、可微以及方向导数都涵盖在里面，有很多思考的小细节，我都用口述跟大家说明，再麻烦大家反复观看这部影片咯。别忘了帮这部影片按个赞，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哦。我是 Chen，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拜。